炎炎夏日哪里去？生活体验营带你出发。我们这趟2天2夜游要去桃园复兴乡的免费秘境瀑布清凉玩水，在直奔海拔900公尺的露营区享受天然冷气。不止这样，还要带你占领东眼山免费避暑观景第一排，最后一起探寻志纪山的绝美山林。名额有限，今夏最精彩的行程，快跟我们一起出发吧！各位生活体验营的朋友，大家好！在都市炎热到让人浮躁的盛夏里，真的很佩服大家明智的选择，跟着我们一起上山避暑。现在，听听这环绕在耳边澎湃激昂的流水声，出现在眼前的这座隐身在翠绿山林间，宛如蓝宝石般闪耀的秘境，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——幽霞云瀑布。这里不需要辛苦跋涉，从路边走进来，只要短短3分钟，就能把满满的清凉与震撼尽收眼底，是北横一带最棒的夏季避暑胜地。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桃园市复兴区的霞云里。从地理环境来看，幽霞云瀑布坐落在库志溪的中游，这里的海拔高度大约在600公尺左右。高海拔的地理优势让这里的年平均气温比平地低了4到5度，成了名副其实的天然冷气房。大家仔细看眼前的地貌，这座瀑布虽然高度大约只有10多公尺，称不上高耸，但因为库志溪的水量非常丰沛，当溪水从陡峭的岩壁倾泻而下时，撞击力道极强，在下方激荡出一个深邃的蓝绿色水潭。阳光穿透树梢，洒在水面上，波光粼粼，折射出梦幻的青绿色。也因为这样的地形与冲击，周边空气中弥漫着极高浓度的负离子。大家现在可以深深吸一口气，这就是大自然最纯净的森林芬多精。除了美丽的自然地理，这座瀑布更吸引人的是它深厚的人文历史。幽霞云这个名字其实是源自于当地泰雅族语的谐音，在泰雅族语里，它的意思是2条溪流交汇在峡谷，同时也象征着孕育生命的摇篮。不过，如果您问当地的部落长辈，他们更常称呼这里为铁木瀑布。这背后有一段感人的历史故事。相传在很久以前，霞云部落有一位备受族人爱戴的头目，名字就叫铁木。他是第一个发现这座隐秘瀑布的人。铁木头目不仅带领族人在这里捕鱼、饮水、繁衍后代，更将这片纯净的水源视为祖灵赐予的圣地，用心守护。后来，族人为了纪念他的恩德与开拓精神，便将这座瀑布命名为铁木瀑布。对于泰雅族人来说，这不只是一道风景，更是祖灵守护生命延续的象征。时至今日，幽霞云瀑布和邻近的嘎嘎生态池成了都市人洗涤疲惫的世外桃源。不过，营长在这里也要特别提醒大家，虽然水色诱人，体感清凉，但因为瀑布下方水潭极深且暗藏漩涡，如要下水吸水，千万要注意安全。在幽霞云瀑布玩够了水，我们吹着冷气一路开车上山，来到海拔大约900公尺的飞都努露营区。这里坐落在复兴乡的翠绿山谷间，高海拔带来了绝佳的视野，一望无际的山景直接在眼前铺开。整个营区依山势呈现阶梯式地形，规划了将近40多个营位，空间宽敞。今天我们选择最轻松的车泊方式，车窗一摇下来，迎面而来的山风带走所有暑气。到了夜晚，这里完全是天然冷气房，凉爽到甚至需要加件薄外套。在满天星空与虫鸣鸟叫的陪伴下，煮杯手冲咖啡，真是人生一大享受。安顿好之后，赶快拿出平板电脑，连上网路，准备开始追最新最热血的2026环意自行车赛。在900公尺的寂静山林里，看着顶级赛事，这个生活体验营的夜晚简太充实、太完美了。
在生活体验营的第2天，拉开车窗，迎接我们的是一个完全被白色云雾温柔包围的世界。清晨的飞都努露营区，海拔900公尺的威力，在刚起床时特别明显。空气里带着一丝丝让人清醒的寒意，体感温度可能只有10多度。在这种带有寒意的清晨，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来一杯热腾腾的咖啡。拿出装备，伴着袅袅上升的雾气，静静等待热水萃取出浓郁的咖啡香。当第一口滚烫的黑咖啡滑进喉咙，整个人瞬间暖和了起来。看着眼前的景色，这杯咖啡的美味度直接翻倍。和飞都努露营区的负责人聊天才知道，原来这片美丽的山林土地全都是祖先世代传承留下来的珍贵资产。营主大哥特别热心好客，言谈中满是原住民的豪爽与真诚。这座隐身在东眼山旁的4房营地，占地十分宽广，依山势规划了8个阶梯式区域，还保留了原始的山林步道。重点是平日碎石草地，车泊一晚只要新台币600元 ，CP 值真的高到让人感动。营区的硬体设备也毫不马虎，每个营位都供应充足的电源插座，公共区域备有饮水机、大冰箱，卫浴设施更是打扫得一尘不染，蹲式和坐式马桶一应俱全，盥洗热水既稳定又舒服。在这片祖传的纯净山林里过夜，真的能感受到最温暖的款待。因为今天我们还没有要拔营，今晚还会在这里续住第2夜，心情上格外轻松，所以我们决定跟随内心的节奏，慢条斯理地再泡上第2杯咖啡。这一次，我们边喝边悠闲地准备轻装配备，让身心彻底沉淀，补满今天身体所需的能量。今天早上的重头戏就是去挑战智记山，因为隔壁的东眼山我们已经走过太多次了。这次决定开发新目标，换个口味，探寻一下附近的未知山林。我们看着谷歌地图仔细搜索，来回对照，结果，导航半天，居然完全找不到传说中的登山口到底在哪里。正在路边看着手机发愁的时候，一抬头，倒是看到正前方有位老兄，竟然无比悠闲地坐在路边喝茶乘凉。太好了！正所谓路长在嘴上，赶快过去跟这位在地大哥打个招呼，聊聊天，说不定真正的秘境入口就在眼前哦。是你的哦？对呀，对。好舒服哦，你。你呀，要躺要睡都可以啊。哇，你从中立过来不会很远吧？不会的，40公里。哇，这里真的是山上要避暑的地方。我夏天都跑来这里的。固定。大部分都跑来这里泡茶了啊，好舒服哦。因为这家里很热啊，没有开冷气不行啊。真的。我住来这里这里海拔比较高，空气又比较好。对。哇，你真的好棒！这个地方你要挑这个位置。这里假日很多人在这里泡茶啊。哦，是哦。礼拜6、礼拜天，很多人准路都会起重机啦，还有开车来这里爬山爬一爬，来这里泡茶。哦。我有时候我不喜欢礼拜天，因为来比较晚来，这里的位置都被人家占据了。哦。是。大门口那边停车场，在那边睡一个晚上。有那边好几个停车位。对啊，对，大门口那不用钱啊。对。看这位老兄舒服地躺在吊床上，真羡慕。原来这里就是内行人才知道的炎夏消暑观景第1排啊！这下终于被我们找到了。知道有这么棒的免费圣地，大家记得千万不要告诉别人，我们自己心里知道就好了。不然要是传出去，以后绝对是一位难求，连车都停不进来了。谢谢刚刚那位置身路边喝茶老兄的指点，我们就依他给的线索，继续迈开步伐，顶着凉爽的山峰，往东眼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的大门方向徒步前进。大哥特别交代，注意看路边，只要看到有山友绑在树枝上的登山条，旁边还垂着一条爬山用的绳索，往上爬就会看到智记山的步道了。
我们睁大眼睛，一边践行，一边像是在森林里寻宝一样，沿着公路旁茂密的草丛仔细搜寻。用双脚走在这条山路上，更能深刻感受到这座大家非常熟悉的东眼山。从地理位置来看，东眼山属于雪山山脉的尾棱，海拔高达1212公尺。因为从石门水库这个方向远眺，山形长得就像一只朝着东方闪烁的大眼睛，因此得名。而这里不止地理位置绝佳，更拥有深厚的林业历史。在台湾光复初期的5、60年代，东眼山可是北部非常重要的林场。当时这里广泛种植了大片的柳杉与台湾杉，承载了台湾早期的木材产业与经济命脉。虽然现在林业砍伐已经走入历史，但当年留下来的大片人工造林，如今演变成了最珍贵的森林游乐区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这满山遍野、高耸挺拔的柳杉树海。哎，等等，好像看到了。正当我们沿路沉浸在东眼山的历史故事中，前方路边突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惊喜。这里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曲山泉水小停车区，好几辆车停在这里，车主们正熟练地拿着大水桶在接天然的甘甜山泉水。我们赶紧把视线往他们后方的山坡上一瞄，哇，看到了，茂密的树丛间真的垂下了一条粗粗的白色攀登绳索。没错了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这绝对就是传说中智计山的登山口。要不是有在地内行人的指点，像我们这样沿路走过去，一不留神真的很容易就错过了。没想到登山口竟然隐藏在这么有趣的取水秘境后方。现在线索正确，目标锁定，大家随身装备调整好，我们要抓紧绳索，正式开启今天的智计山探寻之旅喽！没想到一马当先的雅令走在最前面探寻山径，越走越觉得不对劲。这里杂草丛生，根本不像平常人走的登山路啊！只好回头。这一下我们只能无奈地摇头，看着满山树林一头雾水。天啊，这传说中的智计山到底在哪里啊？茫然。我呢不是，绝对不是。好，继续往前。但是如果你是那种什么想开发的路线的人，可以试试看。对。一边走一边找，居然不知不觉都已经走到东眼山的收费亭了。从露营区一路践行到这里，少说也走了大约2.5公里，真的是汗流浃背。这一路上我们简直是沿路进行地毯式搜索，双眼一刻都不敢眨，但就是没看到半个智计山的登山口。不只看着谷歌地图仔细比对，连最专业的践行笔记 APP 都打开来查了，偏偏就是找不到。走到这儿真的没办法了，看来科技也有碰壁的时候。既然都来到收费亭前了，事不宜迟，赶快走过去请教东眼山的在地服务人员，希望从专业口中能问到真正的解答。这样走过去，下面那个很宽的那个变很宽的那个路那附近，有明显有一个红色的，有红色的那个警告标志那个，那个是禁止进入的。是哦。因为你就算从那边进去，你出来从这边出来，你还是要补票。对啊，这不管了，就是说，如果说我要从那边爬山的，也可以呀。所以是离这里大概有2公里。没有，这下面有一块1公里空旷的地方，那边有车子停在那旁边的那个。哦，加水的。不是加水再下去，还在往下。哦。就你看到一个那个双线道，那旁边蛮大的那个。那有很明显的山路吗？登山步道？有，它有一个那个警告标语在那边。这么近，离飞渡路才不到500公尺。我有印象。不到跟那个牌子我就有印象。不到500公尺，我们走了2.5公里来到这里，也算是爬了一座山。没有啊，就是走步道而已了。其实离我们飞渡路非常近，500公尺是不是？
哦，这又是个经验。根本就不要听大家所以在乱讲。所以真的还是要问一些内行的哈，真正的真的才会知道情况。天啊，原来最危险的地方真的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刚刚我们一路上徒步经过这里，看着树丛里立着一块大大的告示牌，上面写着让人一头雾水的巴林班林班地，还严厉的警告擅入要罚款12000元。当时我们看了一眼就匆匆走过，压根儿怎么都没想到，这个让人却步的警告牌后方竟然就是我们苦苦寻找的志纪山登山口。正所谓问路还真的需要问对人。经过东眼山服务人员正确的专业指示，我们一对照才发现，这个入口距离我们飞都努露营区居然只有短短不到500公尺啊！虽然这座登山口长得太像开玩笑，但一踏进去，眼前的景色绝对会让你惊呼连连。迎面而来的是一整片美到令人屏息的茂密竹林，翠绿的竹竿高耸入云，微风吹过传来沙沙的声响，简直就像走进了武侠小说的场景里。顺便帮大家科普一下这座神秘的山头，志纪山又被叫做施朗山，它的地理海拔高度大约是977公尺。一般登山客从这个林班地入口起爬，沿着林线单程大约只要走1.2到1.5公里就能登顶，是一条非常经典、难易度适中的美丽森林步道。看着眼前这么美的竹林，虽然真的很想直接冲顶，但营长这时候必须做出理性的决定了，因为一开始寻找路途花费了太多时间。我们刚才来来回回盲目的搜索，在公路上居然不知不觉也徒步走了将近5公里。看看手表，现在早就已经过了午餐时间，肚子早就饿得咕噜咕叫了。生活体验营的精神就是享受生活，绝不硬撑，所以我们当下决定，今天探路成功，揭开谜底就已经大功告成。这趟登山任务，我们留给下次再来完美完成。东眼山的公路上餐厅真的非常少，不过我们运气太好了，居然在距离露营区只有大约850公尺的地方发现了这家东眼山农场，而且还有现点现炒的热炒美食。二话不说，当下直接徒步走进去，准备大快朵颐。因为是非假日期间，整间餐厅幸运的只有我们2位客人包场。顶着山林凉风，我们点了清爽的和风凉拌龙须菜，还有当季鲜甜的竹笋和香气逼人的3杯鸡，每一道都料理的火候十足，非常好吃。既然老板娘手艺这么好，我们当下决定顺便再多炒2样菜外带，连今天的晚餐一起搞定。午餐晚餐加起来新台币1320元，虽然不太便宜，但是在山中能有热炒可吃就满足了。饱餐一顿回到营区，这整个大自然就是我们的房间。你看雅令躺在草皮上，那柔软的床垫，在树荫下惬意的睡午觉，这画面多么的疗愈，多么的幸福啊！舒服的睡完午觉起来，我们在露营区里到处走走逛逛，突然在树枝和叶片之间发现了一只正在勤奋结网的刺家蛛。看着它规律地在空中穿梭，我们决定停下脚步，细细观察，在大自然里上一堂最生动的生物课。大家仔细看，这画面真的太神奇了。你看它的屁股正不断喷出一道道细细的蛛丝，接着它会熟练地用后面2只脚去抓取编织，就像拿着隐形的尺一样，精准地测量并固定每一条丝的距离。更厉害的是，当后面2只脚在编织固定时，另一只脚还会同步去拉动前面的丝，调整张力。几只脚各司其职，完美配合，简直就是个精密的自动化纺织机。蜘蛛结网的逻辑非常严谨，它会先用没有粘性的丝拉出框架与放射线，这就像盖房子的钢骨结构。接着它会由内往外绕圈圈固定，最后再由外往内织上真正带有强烈粘性的圈圈。这些由蛋白质组成的蛛丝不仅具有惊人的抗拉强度，连高山的大风吹过都不容易断裂，是大自然最极致的工艺品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又来到了夜晚。
今天晚上的月亮非常圆，非常亮，山上的气温也刚刚好，凉爽的让人心情好放松。吃完刚刚外带回来的美味晚餐，肚子填饱了，接着就是属于我们2个人的尊荣享受时间。赶快再次拿出平板，继续来享受这场热血又刺激的2026环意自行车赛。这个免拔营的悠闲夜晚真的太幸福了。在飞都努露营区的第3天清晨，一睁开眼，整个山头依然被浓浓的云雾给温柔地包围着。我们在车婆的基地里悠闲地享用早餐。此时天空开始飘起了一点点细细的小雨，在这种云雾缭绕、带着浪漫小雨的氛围里，手里捧着一杯刚冲好热腾腾的咖啡，静静地看着雾气在林间流动，口中浓郁的咖啡香和眼前的空灵美景，让这个清晨变得无比浪漫。回顾这一次的旅程，我们在飞都努露营区实际上度过了3天2夜。不过，因为第3天一早我们吃完早餐就要准备回去了，所以严格说起来，这是一趟非常充实又完美的2天2夜车泊轻旅行。在离开前，我们再次回头看看远方的山峦，那层叠的绿意被白色的云雾巧妙地漂移点缀着，真的就像是一幅活生生的泼墨山水画一样。不得不说，复兴乡真的不愧是桃园地区最美丽的后花园。最棒的是，桃园朋友开车来到这里，也不过就1个多小时的车程，不需要舟车劳顿，就能拥有这么顶级的避暑与山林享受。这次的夏季避暑与驯鹿大冒险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雅令传生活体验营，我们下集见。